此前美台军售出现了一些变化，现在看起来啊，不是美国不卖了，而是要卖更新、更好，当然也是更贵的武器。同时呢，美国也在根据俄乌冲突的情况，要卖给台湾美国人认为是更有效的武器。这实际上不是收紧军售，而是升级军售，能这么看吗，袁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在美国的战略界啊，这个军方还有智库啊，普遍有一种观点，也就认为呢，中国在未来10年左右啊，将会对台动武。所以来讲的话呢，美国呢受到了这个乌克兰战事的这个启发，所以呢，他也想在就是说提升呢这个台湾的提升台湾的这个不对称战力，然后呢也搞一场呢这所谓代理人的战争，然后呢更大的来消耗中国大陆，然后呢对于就是说提升了台湾的这个战力的话呢，就能够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呢威慑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它的目的是在这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在台海地区那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了。那么美方不愿意在台海地区付出太大的这种牺牲，或者说付出那个他所谓的过高的成本，他一定就是要想办法让台湾当局那个扮演好他的角色，就是所谓的以台制华吧，让台湾当局尽力的去跟中国大陆死磕，然后呢消耗中国大陆的实力。他最终的目标还是要那个保持台海地区他所谓的不统不独的这种局面，在两边继续捞好处。他也知道中国大陆呢可能占领台湾很容易，并不困难，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什么？希望台湾能够做巷战，然后台湾能够打游击战。所以以前美国给台湾的武器是防御性的，但是呢，现在慢慢就变成什么？要给台湾呢跟大陆呢缠斗的。那缠斗的武器是怎么样？缠斗越久，死的人越多嘛。那当然，美国就觉得这个渔翁得利。美国让台湾吃下进攻型的武器，就是要跟大陆叫板。可是当这条红线跨过去之后，真的有打仗或真的有战火发生的时候，谁能够吃得下来？美国口口声声说的是不对称战争，问题是你现在给台湾的未来想要推的，很可能都是让台湾走上战争的进攻型武器。那这就不是军购的问题，这就不是买不买的问题，这不是台湾防卫的问题，是你在操作外交，然后把军事带到台湾。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杰出学者包道格接受美媒采访时认为，必须看美国政府是否在更正式的政策中声明新的立场，例如在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发表的演讲，而不是在这个网络上的简要叙述。随后，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专员坎贝尔就在美国和平研究所活动上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也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经常在对台问题上是言行不一的，下一步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看你美国的行动政策上是否是按照这个实施清单的改变步调或者这个路径来走，还是你真的只是就做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修改，而不会对美国的实际的对台政策或者两岸政策有什么实际影响。但是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否则的话你何必庸人自扰的去改这个实施清单呢？有分析就认为，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展开不对称战事应对俄罗斯，同时想将他一手挑起的俄乌冲突模式复制到台海炮制危机。据美国政治新闻网10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敦促台湾地区向乌克兰学习，投资如无人机、毒刺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小型武器系统，称这些系统不太容易受到解放军先进武器的攻击。拜登政府提出了售台不对称性武器之后，美国对台军售发生多次装备上的突然变化。据台湾联合报5月9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回文给台当局防务部门，表示因生产线排挤，导致2026年后才能交货帕拉丁 M109A6 自行榴弹炮。台当局防务部门因此决定撤案，改为增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等军备。资料显示，帕拉丁 M109A6 自行榴弹炮的射程只有区20-30公里，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最远射程则高达300公里，可以用来攻击大陆的部分近海目标。美媒还爆出，台海军神鹰3号采购12架 MH-60R 反潜直升机案也被叫停。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路易斯于3月11日给台当局防务部门军政副主管柏鸿辉回函，该直升机不会强化台湾威慑敌人及自我防卫的能力，建议台湾方面应投资在更具成本效益的项目，像是指挥控制、监控、舰程防空以及海军水雷等系统。据悉，美国已向民进党当局表明立场，希望台湾添购岸置防空导弹系统、武装无人机和水雷等武器装备，通过小规模军力抵挡海上攻势。在施压台湾当局购买一些美国认为合适的武器的方面，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要更加强势。在面对美国的这个更加明确的或者是更加坚定的要求台湾发展非对称战力的决心之下，台湾当局会更加的失去这种进行讨价还价或者是去反对的政策空间。但是这也必定会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台湾要付出重大的要高价嘛，要买，同时呢也会自然而然会提升台湾当局所谓以美谋独或者以武拒统所谓的信心，那么也会让两岸关系肯定会进入新一轮的紧张的状态之中。台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担心，俄乌冲突让美国人更加坚持不对称作战的想法，而不考虑台湾的特定需求，比如可能发生的长期作战情景。他认为台湾仍需传统武器为应对不同情境做准备。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同样认为，岛内传统的建军思维中，部分人士认为台湾的海军不能只守沿海。这也是他们认为美国提出的不对称作战可能出现，当物资在战时无法抵运台湾，是否会造成断粮的状况。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数位美国记者都接连质疑国务院的文字游戏。Could you help us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hanging of the words? And was there any change on legal status of Taiwan or U.S.-Taiwan relationship? Well, there's been no change in our policy. All we have done is update a fact sheet,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routinely do with our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现场有2名记者随即发出追问，美联社记者马修里更是对普莱斯解释的漏洞紧追不舍。尽管最终普莱斯依然是老调重弹，避重就轻。So there is absolutely no change in policy towards Taiwan and China based on. So why was it updated? Why did it change the language? Matt, you know as probably better than most that I know very well, but you know what? I also know that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aiwan is anathema to any change, even if it's a comma in a sentence, is going to get Beijing's attention, and they're going to be unhappy about it. So why now? Why was the decision made to change the fact sheet? And if there's no change, then why change the fact sheet? The fact sheet had not been updated in several years. You know that our fact sheets are regularly updated. But the language in it has changed, correct? The substance has not changed. The policy has not changed.